今天来到一个咖啡馆，约了在这里跟朋友见面，然后他要去看房子嘛，然后叫我陪他一起去。那么我正好，反正就是我也想去看看他们这个在看的那个别墅是什么情况啊。现在是在普吉岛啊，普吉岛这个地方真的是四季如春嘛，所以他们想看一个比较好的房子，所以我想带大家去看一看啊。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我现在还不能保证到底好不好，到时候看了就知道了啊。早上一早就跑来这个很美的咖啡馆，然后约着跟他见面。很美的这个咖啡馆。很漂亮，确实很漂亮啊！现在已经是圣诞节了，他们有很多的圣诞气氛在里面。不管是泰国人也好，也是老外也好，他们都很喜欢来啊。我现在发现，但是你知道我点的早餐是什么吗？早餐是一碗粥，这里他们有做西式的早餐，也有做泰式的早餐。我点了一碗那个猪肉粥，就是有点像皮蛋瘦肉粥一样的。所以这里的这个它的吃的东西啊，有很多种风格，而且都做得很好。所以在泰国吃东西不愁的，但是这家普遍来说比较贵，一份早餐200多块钱吧，250块钱泰铢吧，算是在这里算是比较贵的。因为你来总归要吃点好一点的，不要整天在路边摊吃，对吧？路边摊吃，我觉得虽然说也可以，它也没有不干净，也没有不卫生，但是做的简单一点，我觉得啊。有一些特色的小吃啊，只有泰国有一些路边摊才有，没有不是路边摊，它还做不出这个味道。有一些特色的，就特别像面啊那种啊，就是他们专门做面的面摊啊，它才做的很好吃，我觉得。看这碗粥有特色吧？哦，它是用红薏米做的猪肉粥，红薏米猪肉粥中间有一个蛋，啊，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吧？人还没到，我预约早了，你知道吧？我以为是11点，其实他约的是12点，是我搞错了。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欧洲人啊、美洲人啊，就是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过日子嘛。那我觉得后来我想一想也是对的，就是凡是你在北方啊，到了冬天很冷啊，跑到这里来呢，其实是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就是你看天气很冷了嘛，你的血压就上去了嘛。那像我妈这次来泰国啊，就是现在就是她没时间，因为她还带孩子，不然的话她在泰国住，对吧？血压也不高，然后呢，日子也很好过。那现在美洲包括欧洲，它这个价格现在都很高嘛。如果在泰国，反而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对吧？你过得像候鸟一样的生活，天气冷了，对吧？你就到这么一个地方来，对吧？很多欧美人都是这样的，到这里来过日子，价格也不贵，无非你就买张飞机票，对吧？你就花一下就坐飞机从美国，或者也有很多人从俄罗斯嘛，从加拿大，从美国，对吧？直飞到普吉岛。曼谷我不推荐，但是普吉岛我确实挺推荐的。来过那么个3-5个月，对吧？3-5个月，等到你那边冬天过了，你又可以回去了。一切就是说，就是在这里啊，就待得像春暖花开的样子啊。你千万不要以为泰国很热，泰国其实一点都不热的，气温大概是在22度到26、27度吧。啊。今天介绍一个这个，他们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房子啊，它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在哪里呢？它是在普吉岛啊，是有海的，有海景的，啊，有海景的很少，就是说有海景的几乎就是比一般的别墅来的贵很多很多。
但是呢，这里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别墅呢，就是确实有海景的，漂亮是漂亮的，价格也是，就是说还可以在这个价格范围之内，在这个2000几年就是疫情以后普吉岛这个房子的价格已经是涨了很多了，但是这个房子呢，我觉得还算是值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在到3000万左右吧。也就是差不多就是600万人民币左右，这个别墅海景别墅。因为今天呢天气不算特别好所以呢就是外面的海景其实在我这里是非常非常近的这个海，但是今天真的天气不好，看得不是很清，因为它这个乌云密布外面这个无边泳池无边泳池里面是什么情况呢？一个超级大的大厅真的漂亮的，这个房子确实是漂亮的。今天真的天气简直是太阴暗了，所以我只能拍到这个程度。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我是借着朋友的光来看看这么好的房子。你看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很干净的，我觉得真的很干净这个就是一个厅这个是第一层的大厅。大概的面积是在大概60-70个平方很漂亮。看它这个厕所这里是一个一般的洗手间，就是给客人用的一进房间这里就有一个洗手间。这一个小别墅它的面积好像是在300多个平方300多个平方。真的还是可以的海景房真的海景房在普吉岛相当难找，而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幽静的一个海滩离这个普吉岛的机场不远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海湾地区了俯瞰整个海湾地区。这个无边泳池极其美看看外面这个景色今天真的是在下雨，我这没法拍得太好。这里呢他们还在造这个项目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我朋友就说他要来看一看这个房子我们看了几个房子呢，就是这个是最美的了。这海从这里走下海大概也就是10分钟不到的路程，当然你下去时间比较长比较短，上来时间比较长泳池也很漂亮，真的这个只是第一层现在他们这种摩登的别墅真的是不错的摩登的别墅它有很多的设备其实它这个投资不小的，就像这个烟熏炉重的要命这是我今天看的这个房子是已经有人定了，他已经住了几天了，所以他没有特别的干净他这个烟熏炉很贵的，我知道在这里。整一个大幅的一个大镜子然后我们到下面去看一看它下面还有一层，它是两层结构这个其实是它一个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到了下面也是1楼因为它是在半山腰上面的这个别墅，它是属于其实是算是豪宅了半山腰下面还有一个大厅，就是室内大厅。如果你是看电视你平时的这个娱乐都是在这里比较多，我觉得。所以说普吉岛就是说你有一些资产的人在普吉岛就是来住或者来生活，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的房价并不是说你想象的那么便宜，真正好的房子像这种就是发展商用心在做的房子它的价格并不算是这种白菜价。其实它这个房子还是2房的，就是2间房间的。当然这个房子是可以改成3房的也可以改成4房。据他们所说这个是客房，这个是第2间房间那么客房外面呢
也有一个小天台的，有个露台的。比如说像现在下雨的时候啊，跑到外面的露台上面来，其实是很棒的啊。你在下雨的时候享受一下，对吧？外面的空间，因为这个地方泰国这个地方很奇怪的啊，其实他们这个就杀蚊虫的这个工作啊做得很好的，所以你完全不必担心它这个蚊子啊什么的。当然不是说没有，就是说很少，其实很少，而且跟他们这个保护的有关系。这里有大量的这种壁虎啊，墙上面经常有壁虎，这种壁虎呢。它就把蚊子啊什么的都吃掉了，很舒服的空间，但是也没有什么蚊虫叮咬。这幅画美吗？主人房，我们到主人房看一下。这个主人房有意思，它带一个开放性的厕所。当然，他们说售楼的可以说是，他说这里也可以把它封闭起来，但是我认为开放型的厕所其实并不差，非常不错的，它这里是带一个开放性厕所，有淋浴也有浴缸，就是看你自己需要了，他们这里的食材就是说，好像他说都是意大利进口的这个之类的食材，是不错的，整个房间其实它的布局还算是挺不错的，它只有一个小缺点，我觉得只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底下的这层跟对面的这层，对吧？其实等于说是可以互相看得到的因为它这个斜坡没有那么斜，错层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底下这层也就是对面的就是平层了就是我就是觉得这个样子，就是对面的人，比如说你在下面睡觉怎么样，对吧？你要把窗帘拉起来。或者你就是外面装栏杆，他们是可以做的，就外面装个栏杆，然后不要让对面的人就是看到你这个影子。这里还有一个厕所，这个厕所是3个厕所，那我知道了，它一共是3个厕所，2间房间这主人房1间厕所，对吧？然后客房可能是第2间卧房1间厕所。第2间卧房的厕所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卧房走出来就是1间厕所，那么然后叫做2房2厅，然后如果你不是海景房，那么会便宜一些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海景房的价格就是确实是比较高，然后他们这里呢就是这个房子里面呢就是放的游泳池的那个供水系统和它这个储水系统，据说这个房间还能再做一个大概20平方的这个拓展，那么就是说看这个客人有所需要了，反正我就是在这么看吧，我就觉得这个房子还可以价格呢不算特别便宜，但是现在它是海景房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外面呢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小的一个门玄关一样的门镜。哇，这个山上的云好漂亮。他的房东有德国人，有2个德国人，好像说2个德国人，然后反正还有一个欧洲人，我不知道是哪里的。然后这里 You have one more Yeah. You can start. Yeah. 然后这里呢它还有大套的就贵喽，6000万这个面积在780个平方，占地面积780个平方，然后里面可以有10间房间这个大套的就贵了。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打扫起来都打扫死人了。คือเฟส2ข้างล่างตรงนี้นะคะ It's okay to shoot you. 这个大了，这个是下面这个厅就很漂亮这个厅就很漂亮，你看到没有？这个只是个小厅这个大房间确实很大这里有个吧台这个景观就漂亮了。这个是 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 就是主人房这个是主人房。你看外面这个景色又可以看到大海，又可以看到森林当然这个就贵啦。
因为摄影机里面就是看到的普遍比较小啊，但是你坐在这里就可以，天气好的时候，这个蔚蓝大海啊，这个一片都是的，30-40个平方吧，里面还有一间衣帽间，我就省略拍了啊，快速拍过啊，厕所，反正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最喜欢看房了。外面这个小厅啊，中小厅，然后从这里过去还第二间房间啊，第二间房间，哇，所以说这个是大别墅了。第二间房间啊，跟主人房没什么两样，自带衣帽间跟厕所，这一间也带衣帽间跟厕所了。这个是衣帽间，然后这个厕所，哇，这厕所真够大的。就这个淋浴我都可以横躺在上面了里面是一个厕所，它这个装修风格我还觉得还挺不错的干干净净的，不要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花里胡哨的东西时间长了都要坏掉的它是这个床这个有点，就是后面这块板我不喜欢，这块板好像在后面在做功课，前面在睡觉这个我觉得有点多余了，反而这个空间你索性放一个好好的写字台，然后你们各位选择是要下去呢还是上来，下面还有房间，先上去看看它这个主要的空间吧这个楼梯这个楼梯走上来是这么一个景色它这个设计风格有所不同。这里是一个开放性厨房这里它还有存红酒的，这套好像已经卖掉了，但是这套真的漂亮。看看这个是个饭厅这个饭厅对面朝海的然后这里就是个森林了，旁边是森林你说你待在这个地方命是不是都会长一点就单这个新鲜空气好了这里其实是个放衣服可以晾衣服的地方，无边大泳池这个是在我们这个 catalog 里面才能看到的，我要这么拍我要重新拍给你们看那其实这里才是正门，因为他跟我说这里才是正门，刚才我们进来的是边门了，这里是这里才是真正的主人房吧？没错，只有更奢华没有最奢华。我跟你说在普吉岛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房子也不算贵你算一下，这个房子1000多万。等于说人民币1000多万，这个面积大的吓人这个厕所你看，这个是开放型的那个主人房跟厕所它这个很多，你看这个按摩浴缸，爽对吧？这么一个房间，30几个平方的房间就是两个水池，然后一个淋浴，这个淋浴其实是厕所在这里30个平方的厕所，你有没有见过？那里面还有衣帽间里面衣帽间在这里。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有一点点不合理，我觉得里面其实是拿来做这个比较好，因为你洗完澡这个水滴的到处都是，你走进来很容易滑倒的。那至少这里要造一个玻璃房，我觉得至少在这里要造一个玻璃房，不能完全开放。完全开放，这个水溅得一塌糊涂，这个其实是不实用的。但是它确实是豪华，这种房子1000多万1000多万人民币
准确的来说是1200万人民币，你就能够享受这个无边泳池、天天海景，对吧？在楼下也很安静，所以说你看，在泰国这个跟在其他地方，你说这个确实是享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出了这个主人房啊，还有一间厕所，就是简易厕所，我估计在这里。对，有一个简易厕所是给客厅用的。好了，这就是一个全部的景观了啊。反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就是这么一个房子。你看它楼梯下面啊，还给你做了一个就是石榴子的这个石榴子的名字 Vista 的 Mer。我再到底楼啊，它下面还有一个半层的一个房间。它这个也有景观。还有一个半层的房间，它其实是朝着另外一边的山。这个阳台我觉得我没什么要求，我睡这阳台就行了。这阳台的尺寸大概15个平方吧，我只要一间小房间就行了，不需要太大的啊。没有钱啊，没有钱那住不了太大的房间啊。它等于说这里是个错层，看到没有啊？其实它下面其实还能再造房间，所以说就是说你如果是买这一套的话，他说它可以有10间房间，但是我认为太奢侈了，不需要的啊，要那么多房间干什么？我觉得只要个3、4间，如果是有2个小孩，要个3、4间房间，在这里就是足够了，足够住了。这个浴室虽然说是没有上面的大吧，但是其实也算是很大了，放进一张小床，然后躺在里面睡觉，还可以放个办公桌。在香港享受得到这样一个环境啊，这种空气还有海景，对吧？这么巨大的一个面积，1000多万人民币啊，算下来啊，那么还是值得的。这个房子啊，从这里走进来这个房子所有的房间都很大啊。这里走进来这里是大门走进来，然后这里是一个小房间啊。我看的这个是样板房啊，这个样板房它是在离机场算不远的地方，但是现在普吉岛他们这个房产计划发展的很好啊，所以都不是特别近啊。我觉得不是特别近啊，但是它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等于说是建造的这个房子，算是很漂亮的，就是他们已经是集团公司了，做的非常大。那这个是主人房主人房然后里面是一个大的浴室啊。装修是一流的，但是位置呢是在机场旁边普吉岛的机场旁边然后这里是一个巨型的游泳池它是一个全现代的一个游泳池。你看到里面还有沙发什么的，就是非常的豪华，还有专业的烤箱、烤炉什么的。现在大量的有俄罗斯人都在这里就谈价格。你看我背后还有人在谈价格，看到没有？我还有个沙发在这里，他们还在谈价格。这个厅好大，这个厅大概100多个平方，100个平方左右，很大，一个开放式的空间这个花园也很大，这个大概整一个房子780个平方它的售价你知道是多少吗？真的不便宜。这个房子是在一个平地上面的，5300万泰铢，5300万泰铢房间是3房的这里面都是有小厕所的，我就不详细拍了但是是很漂亮的他这家公司呢，就是主要在这里好多个地方都有他的这个一个发展的这个一个发展商吧，就这么说吧很漂亮的，而且他们用的材料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地理位置的
现在我觉得是欠佳啊，地理位置欠佳。那么很多地方都发展的很好，如果你要地理位置非常好呢，我看的前面那一套啊，前面那一套就是有海景的那一套，我觉得还是挺值的。然后这个房子就是纯粹的一个土地面积大，780个平方箱，等于说是一亩多的这个土地嘛，啊，那么其实就是你说位置很好吗？我觉得一般啊。洗衣房 ，OK，Thank you。这里还有一个小厕所啊，就是这么一个房间的这个，后面就是没有了，后面是个停车库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很开放式的一个大的花园啊，里面有个很大的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大概有20几米，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现代啊，好是很好，价格也很贵。这么样的一个房子的结构啊，这属于很大的大套的，它还有其他的房子，就有其他的结构。现在这个房子你觉得怎么样？就是他们带我来看也是算是一个，就是说认识吧啊。我知道的房价确实涨得很高，那么第一套我觉得可以，有海景确实漂亮，但是第二套就是在平地上面，而且是在就是比较远的地区啊，离机场也不算特别近，对吧？这个还在建造啊，这整一个还在建造，就是外面可以停2辆车这个房子啊，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摩登的一个房子啊，外面看不出来的。但是里面确实很大，也很宽敞，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样板房。那我们来看，但是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就这么说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一片宽广的土地上开辟了这么一个项目啊，我不知道，但是他是大发展商啊，是大发展商在泰国，所以他就这么说吧，他名声比较大，卖的还是很好的，竟然没想到，真没想到，很多的老外都在这里卖，我看他很多都是sold的，所以都卖掉了。